这样的话，我们去程就只需要托运一颗行李箱，可以展示给大家看。而且它的好处就可以塞比较多东西。这里是有做防水的，重点是它可以当天出货以及即件自取。小配包教给大家，官网我会放在说明栏。那今天的话呢，会跟大家介绍很多不同种类的行李箱，大小、尺寸、内装、功能等等的，就期待一下。我就这样，谢谢大家看我们的影片，然后也会私讯我们，跟我们聊聊天。聊天的时候，我发现大家对于购买新的行李箱有很多的期待，毕竟很多东西在还没有用之前，其实是不知道它的一些优缺点的。我其实一直都想要给大家一个比较全面性的分享。我之前有在等行李转盘的时候，看到旁边旅客的行李箱被摔爆，可以理解当下那个想要发怒的心情，但是又可以体会地勤人员的辛苦，因为大家其实都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。因缘际会下，我认识了维斯密行李箱，我会对他们有兴趣，是一开始我在他们经典铝框款介绍的页面的时候，有看到他们在说明机场扔行李箱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维斯密是用很柔软的心情去理解机场人员的不容易，因为时间赶啊、人力缺等等的，他们必须要在时间内把行李送到输送带。所以有时候难免会用丢的方式。所以身为行李箱公司的维斯密，进而去思考行李箱公司啊、机场方面跟旅客三方双赢的方式。我很喜欢这个思考点，也很感动。说对于品质管理是他们的坚持，像是大家可以在他们的购物页面看到它的介绍，关于面料涂层啊、包角啊，还有滑感的耐用啊，跟滑轮的顺畅度等等，都有注意到，以及有相对应的测试。这个就让人家觉得很安心，是它可以当天出货以及即件自取，好像是在台北的某一个捷运站吗？再看一下网站的说明，你可以自己直接去取货，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会很临时的，可能我要整理行李的时候才发现啊，我的行李箱年久失修，所以它的轮子坏了，或者是拉链拉不起来。很临时的状况下，有的时候要去买行李箱的时候，上网买，有时候又是有等待期1个礼拜、2个礼拜等等的，那就会让人家很慌张。实体店面有的时候又不一定买得到自己很喜欢的款式，或者是有时候实体店面稍微还是单价会高一点点。但是维斯密的话，它都是在网络做贩售，所以它的价位就是可以回馈给客户。它连这种紧急状况都有想到怎么为顾客做规划。我觉得从这个小细节就可以让人家觉得他们是一个很细心的品牌，会让人家买的时候觉得很安心。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。之前跟朋友出去旅游，想要省钱的时候，我们会这样做，就我们会把我们的物品放在一个比较小的行李箱，然后小行李箱放进大行李箱里面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去程就只需要托运一颗行李箱。那回程的时候，当然就是买的东西变多，就可以把它打出来，就变成拖2颗行李箱。可以展示给大家看一下，像这一颗啊，29寸经典铝框配一个轻质的24寸。我先把它套起来，因为这个是借来的，所以还是要保护人家的东西。然后它的放的方式呢是29寸的轮子在下面，然后24寸这个放在里面，这个轮子是向上，2个轮子相反错开，然后先把它放在因为有一边是有拉杆嘛，一边是平坦的，把它放在平坦的这一面，然后再把这一面放过来，其实它真的就可以完美的盖上了。所以像我刚刚说的，你们想要省去程的那个1颗托运费的话，29寸配24寸是最大的容量。像这个26寸的英伦铝框，其实就可以放进20寸的威尔斯。小配包教给大家。那维斯密贴心的地方，除了我有顾虑到急件这件事情以外，他们网站上还有相关的一些旅游相关的东西，都可以一条龙的购物。比如说防尘套啊、密码束带啊、折叠行李袋，就是扩充用的那个电子称重啊，还有一些转接头、延长线、轻便衣架。
压缩袋、分装品啊、吊带等等的，他们网站上都可以一起购买。其实很多时候事前的准备不只是买一颗行李箱就结束，它很贴心，是连这些周边的应对都有一起想到，让你可以在同一个网站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一次准备好。另外，其实他们有提供客制化的服务，好像就是可以在把手的地方啊，可以刻你的名字或你想要的文字，用来送人或者是行李箱的辨识、防丢等等的话，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。然后网站上也有一些福利品的释出，主要是可能针对一些外观有一点小瑕疵，但还是可以用，那当做福利品给大家一个优惠，然后也让商品可以继续有它的功能，可以感受到品管的用心，以及针对每一个商品都很珍惜的企业文化，所以推荐给大家。官网我会放在说明栏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插播一下，大家有追踪我们了吗？如果还没有的话，赶快来追踪哦！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，或者是按赞跟分享给你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以上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挑选不同种类的行李箱会思考的地方。接下来除了外观以外，我会重视的就是内装的部分。这一款的话是经典行李箱，它的内装给大家看一下。经典的内装是这样子，有的人会觉得说，那它旁边这样空空的东西不是很容易掉出来吗？其实我自己现在使用的行李箱也是这种的，我觉得其实不会，因为你可以把它拉很紧，然后加上一些小东西的东西，我其实自己会把它装在一个袋子里面整理好，再把它放进去，所以我的小东西基本上是不会散出来的。而且它的好处就可以塞比较多东西，因为如果是封闭式的拉链款的话，你东西要塞进去，要拉起来一定需要符合那个容量，可是这个的话，其实到旁边都可以再塞得满满的，所以我自己也蛮喜欢这样子的内装。关起来，再来看轻质款的。轻质款的话，它就是一边是束带型的，一边是封闭式的拉链型。这种的话，当然就是它的隐私性会比较好，就是你把所有东西丢进去，然后拉链拉起来，什么东西就都不用管，所以里面乱也没关系。它有一个很贴心的地方是，这里是有做防水的夹层的，它就是两边都是塑胶防水的，所以这个很适合，就是可能最后一天我在收行李的时候，发现我自己的毛巾没有干，我就可以匆匆忙忙然后把它丢进去里面，就不用怕说会让其他东西变湿这样。接下来是英伦款的，两边都是封闭式的拉链，一样这边也是有防水的隔离层。大容量的话，它好酷哦！它一边一样有束带的功能，然后是透视的网格，就让你可以把它包进去里面之外，你也可以看得到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东西。它这边一样是有做防水的夹层，这个是有加网状，然后也是前后有防水的功能，然后有很多格。那来看一下威尔斯。威尔士的话就是侧边一样，侧边是束带型的，然后另外一边也是有防水层，一个防水层，然后跟其他的夹层，然后以及刚刚说的这一层打开，往下这边有一个小口袋的空间，让你可以放你的充电器，然后那个 USB 连接上。它的话外面就可以接这个 USB， 然后它会有个防尘塞住，所以就算下雨啊，或者是平常没用的话，也不用担心粉尘掉进去。有一个 iPad 啊，或者是笔电可以放的地方。然后这边呢，这边还有其他的夹层，里面是有很多个夹层，然后有放笔电的，就比较厚一点，绒布的感觉。英伦复古款真的很美耶！你看它的那个金边，还有它的提把这边，我真的很推这个白啊！这个白是有一点带一点小黄的，有点牛奶白。可是如果是大容量的白，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吧？大容量的白就是偏更纯白的白，然后英伦的白是牛奶的白，这两个白我觉得都很符合它各自的形体应该有的颜色，还蛮好看的。以上是我今天一日行李箱富翁的分享给大家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顺顺利利的买到自己喜欢的行李箱，然后每次都开心的带他们出去玩。拜拜。大家有追踪我们了吗？还没有的话，赶快来追踪哦！喜欢我们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聊聊天，或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
还可以透过超级感谢给我们鼓励哦，谢谢大家。这次会介绍1、2、3、4、5款行李箱，8天7夜这种的话，我觉得29、28的尺寸都是很适合的，不是说买的越大越好，有时候太大有可能会有一些限制，反而会比较麻烦一点。